穿越一世，我拜了个无上老祖为师，本以为仗着师尊的威名可保一生平安，却不料魔道入侵，爆发了一场毁天之战，师尊也陨落于那场大战之中。自此，我变成了缥缈峰的主人。我深知这个世界的危险，于是苟在缥缈峰，不是种菜就是钓鱼，整整1000年，最终我熬成了一尊半圣巅峰的强者，成为了冰云仙宫老祖一般的存在，距离师尊的修为也不过一步之遥。若我当年也有这等实力，或许师尊也不会陨落在我的身前。其实早在100年前，我就已踏入了半圣巅峰，距离入圣也不过临门一脚，而那一丝入圣契机随时都有可能到来。直到这天，冰云仙宫10年一次的收徒大典开始了，整个山门前挤满了人，每个人脸上都激动的不行。冰云仙宫是南疆9大圣地之一，传承了几十万年，掌管着5万个道州。要是能拜进冰云仙宫，那可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在缥缈峰躲了1000年的我，也终于想明白了，我也该给师傅的传承找个接班人了。毕竟这缥缈峰当年可是冰云仙宫108峰里的头1号，现在却只有我一个人，确实是太冷清了。我慢慢起手，准备撕开空间，踏着空间裂缝去收徒的山门那里。就在这时，我隐约感觉到天地在震动，这是圣人的征兆，成圣的机缘马上要来了。我先是一愣，接着满脸高兴后盘腿坐下，一道道金光在我身体里隐隐闪现，不小心就引动了天地共鸣。同一时间的仙云广场，作为冰云仙宫收徒大典最后一道关卡，原来几10万的报名者现在只剩下1万人左右。广场上，一群弟子围着一根石柱，石柱上面星辰之力笼罩下来，每一个新入门的弟子都在做最后的体质测试，要是能通过测试再被长老们看中，那可就真的是一步登天了。范大海青木灵体凝血境3重，测试结果合格。下一位吴小雨凝血境3重，测试结果合格。石台上面负责测试的长老声音洪亮地宣布着这些新弟子的结果。这时一道雪白的身影忽然飘了过来，落在众位长老面前。看到这个人，所有长老都跪下拜见师尊，拜见竹青师伯。来的人正是冰云7仙之一的竹青，他淡淡地问了一句：各位长老都到齐了吗？今天这种冰云仙宫的盛事，自然是个风长老收徒弟，而竹青已经是冰云仙宫师祖辈的人了，除非遇到天赋特别好的。冰云7仙和冰云公主一般不会轻易收徒。报告师尊，108峰长老到了107位。一个女子恭敬地看向竹青，竹青听了眉头一皱，问：祖师呢？什么祖师？听到这话，一群长老也都愣住了。我们冰云仙宫什么时候有祖师了？看到这场面，竹青一阵无语，就是缥缈峰峰主苏沫。大家这才恍然大悟，据说在缥缈峰上还住着一位太上公主的亲传弟子，只不过1000年来从来没出过缥缈峰，整天不是钓鱼就是种花。这时一个白衣女子站起来回答：弟子3个时辰前已经派青莲去缥缈峰问过小师叔了，只是往年小师叔都没参加过收徒大典，今年估计也不会参加。竹青清澈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忧愁，他喜欢摸鱼就随他去吧。一群长老感叹不已，他们都活了几千年甚至几万年，还从来没见过像苏沫这样的，不是养鱼就是做诗，整天都在摸鱼的修炼者。拜入冰云仙宫1000年，听说才到天人之境，现在他们的第一批徒弟都已经超过天人境了，这不是浪费大好时光吗？这时一声剑鸣突然响起，声音传遍了天地，这声剑鸣一下子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他们一脸不可思议地看向冰云广场。只见石台上面一个娇小的身影站在石柱前，大概11、12岁的样子，他的小手轻轻贴在石柱上。这时冰云广场的上空出现了无数把飞剑，剑的道运瞬间照亮了整个冰云仙宫。天生异象妖尊出世，一群长老连同竹青都满脸不可思议，这种程度的天地异象，最少也是神体诞生。另一边的南疆，很多冰云仙宫下属各道州的强者都抬头看向天空，不少强者震惊不已，见到异象。韩州有绝世剑体诞生了，冰云仙宫不愧是圣地道统，短短500年竟然又出了一位大道之子。就在这时，9天之上风云大变，一道道圣人虚影出现在天空中，密密麻麻的有好几万把漫天飞舞的剑影团团围住，然后对着冰云广场的方向恭敬地拜了下去。金光闪耀，剑光飞舞，圣人朝拜真是万古少见啊！这不是神体，是圣体诞生啊！这么多的圣人虚影，就连500年前的姜冠宇师兄也没有啊！这很可能还是3000圣体里能排进前100的存在。快去通知公主！冰云仙宫上到各峰长老，下到外门弟子，没有一个不震惊的。刚才他们还以为是个神体，直到圣人朝拜，他们这才明白这分明就是圣体异象。冰云仙宫出了一位绝世剑道天才，不止冰云仙宫的地盘，整个南疆都轰动了。各大势力的山门那里，一道道流光撞破屋顶，冲上天空，用极快的速度朝冰云仙宫冲过来。竹青瞬间就飘到了小女孩面前，抬起手轻轻贴在她的眉心，一道剑芒印记冲天而起。竹青眼里闪过一丝震惊，心里翻起了惊涛骇浪，这是万剑圣体。这话一说，一群长老心跳猛地加速，这可真是老天保佑我冰云仙宫啊！那可是排在3000圣体第3位的存在，仅次于祖龙圣体和荒古圣体之下。圣体远远超过1万种神体，3万种道体，还有10万种灵体。500年前，冰云仙宫出过一个神体异象的姜冠宇，轰动一时，被称为冰云仙宫1000年来的天赋第一人。短短500年就踏入了霸皇境，压得南疆一群天骄抬不起头。现在竟然又出了一位能轰动整个东荒界域的万剑圣体，这还是他们在太上公主死了之后第一次这么高兴。看到眼前突然发生的一切，小女孩明显慌了，她赶紧恭敬地拜下，拜见竹青仙子。竹青强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不用多礼，你叫什么名字？小女孩抬起头，眼睛里闪过一抹不该有的平静。弟子名叫剑无心，今年11岁，是建州东陵国的人。无心，剑无心。竹青轻轻念着，她总觉得这个小女孩不一样，不只是天赋，更多的是那股来自灵魂的冷静。就在这时，冰云广场上空，6个雪白的身影从天而降，他们身上自然散发出一股冰冷刺骨的气息。看到这些人，所有长老弟子全都恭敬地拜下，拜见各位
师尊师伯，这6位和竹青一样，都是冰云仙宫的老祖级人物，全是踏入了至尊境的绝世强者，平时能见到一个就是天大的运气。今天冰云7仙竟然全到齐了，可想而知这个万剑圣体有多让人震撼。一道冰冷的身影从7仙里慢慢走出来，他的出现竟然让天上那些圣人虚影都暗淡了几分。看到这个人，所有长老赶紧从慌乱中恭敬的拜下，拜见公主。听到这话，现场所有弟子都慌了神，难道这位就是冰云仙宫现在的公主慕冰蝉？那可是一位半圣境界的强者。看到这里，所有弟子也纷纷拜下，没有理会这些弟子。冰云公主慢慢走到剑无心面前，剑无心，好一个万剑圣体，如果你愿意，本公主现在就可以下令收你做亲传弟子，我冰云仙宫所有功法随你挑选。这话一说，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冰云公主竟然放下身段亲自出来收徒，这小丫头运气真好。剑无心手足无措，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传说中站在南疆金字塔顶端的冰云公主，竟然亲自弯腰要收她做亲传弟子，而且自己还觉醒了万古唯一的万剑圣体。但她知道想要给娘亲报仇，就必须拜入冰云仙宫，于是她弯下身子准备拜师，弟子剑无心愿。可就在这时，一个嘲讽的声音响彻天地，堂堂先天万剑圣体竟然拜入一个没落的冰云仙宫，未免也太寒酸了吧。随着嘲讽的声音，众人愤怒地看了过去，敢在冰云仙宫地盘上挑事，好大的胆子。只见天空上一道道空间裂缝出现，裂缝里走出一道气息超强的身影，这是一个浑身发绿的老者，皮肤干枯，衣服破烂，恶鬼一样的眼睛让人毛骨悚然。冰云公主狭长的眼睛微微一眯，万毒圣地毒皇，毒不死。几乎同一时间，天空上空间震动，又是一道极强的气息走了出来。看到这个人，一群长老和冰云7仙死死咬牙，好像很愤怒。无上神宫神主，无极圣主，要知道就是这个人，在前任冰云公主陨落后，带着无上神宫那群无耻之徒，联合其他7个圣地打冰云圣地，抢各种资源。无极圣主站在天空上俯视众人，冰蝉公主别来无恙啊！冰云公主冷哼一声，还有谁？都给我滚出来吧！这时一尊尊古老的气息从空间裂缝里走出来，这些都是站在南疆金字塔顶端的大佬，8大圣地之主和几十个一流势力之主，全都是不朽半圣，他们随便踩脚，整个南疆都要变天。冰云公主脸色一沉，你们8大圣地齐聚我冰云仙宫是什么意思？500年前姜冠宇出世就把他们引来了一次，没想到这次圣体出世竟然又来了，哈哈哈！河东羌主第一个站出来大笑，老子当然是来抢徒弟的，万剑圣体也是你冰云仙宫配用的，谁敢和我抢徒弟，老子非得在他身上戳1万个透明窟窿。看到这里，不朽剑主就忍不住了，他怒骂一声：你这个老杂毛，我看你就是想戳人家小姑娘吧！我不朽剑域是南疆唯一的剑修圣地，各种剑道功法剑法要什么有什么，无心小丫头要是拜入我不朽剑域，老朽就把我那把不毁剑还有不毁剑法剑诀都传给你。不朽剑主的话一下子引来一阵轰动，不毁剑那可是最顶级的圣品灵器，就算是不朽半圣也不见得能够拥有。接着一群圣地之主接连开口承诺各种资源，都不肯认输。同时面对8大圣地和几十家一流势力，冰云公主身上一股冰冷刺骨的恐怖气息爆发出来，真当我冰云仙宫没人了吗？不朽半圣的威压瞬间笼罩了整个冰云仙宫，显然这位南疆第一仙子真的生气了，但一群势力之主却不以为然。无极圣主嘿嘿一笑，冰蝉公主，这真不是我们要抢人，我们南疆9大圣地同气连枝是一家人，万剑圣体出世是我们整个南疆的福气，要是这女孩不夭折，将来一定能成为圣人，说不定还有机会正道大帝。这种万古罕见的天赋，要是只待在一个已经没落的冰云仙宫，那不是浪费了吗？毕竟我们9大圣地里就只有贵宫没有圣人强者啊。这话一说，一群长老包括冰云7仙在内，死死咬牙，满脸愤怒。当年魔道大举进攻南疆，太上公主带着冰云仙宫一群强者拼死抵抗，其他8大圣地不是看戏，就是整天躲在护宗大阵后面闭门不出。冰云仙宫成功打退了魔道，但也损失惨重，连太上公主都死在了那场大战里。现在这群贪生怕死的家伙为了抢资源，竟然这么不要脸，又提起旧事。可就在这时，天空中一声炸响，咔嚓，天上炸开一道深深的裂缝，恐怖的气息把整个冰云仙宫笼罩在黑云里，一缕缕古老的气息出现在祥瑞紫气中，散发着威严的气息，那赫然是圣人虚影。一瞬间，圣人虚影就多到了几十万几百万，虚影纷纷弯腰鞠躬顶礼膜拜，但他们拜的不是冰云广场，而是冰云广场后面的缥缈峰。看到这一幕，无数冰云弟子看着天上，一个个都惊呆了，哪怕再傻也明白，这些圣人虚影根本不是在拜万剑圣体，而是在朝拜那座山峰。圣人虚影怎么会朝拜缥缈峰？一个冰云长老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缥缈峰曾经是冰云仙宫最辉煌的主峰，虽然太上公主已经陨落，缥缈峰依旧是她的长眠之地，而那座山上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冰云祖师苏沫。这冰云仙宫怎么这么邪门？难道是哪个冰云太祖诈尸从棺材里爬出来了吗？一群势力之主也睁大了眼睛，都觉得自己是不是瞎了。就在大家震惊的时候，汇聚成河的漫天紫气瞬间绽放开一条又一条支流，像潮水一样向四周疯狂涌去，1000里、3000里、5000里，直到3万里。所有长老弟子、冰云7仙和势力之主眼睛猛地瞪大，心里无比激动震惊。3万里祥瑞紫气瞬间就笼罩了整个冰云仙宫，还在不断向韩州各地蔓延。何方妖孽装神弄鬼，还不快出来受死！一股绝强的气息瞬间爆发，无极圣主撞破一根石柱冲天而起，不朽半圣的气息直接压向金光。孽畜你敢！看到这一幕，冰云公主脸色一变，那里可是缥缈峰，是历代太上公主的长眠之地，她师父就埋在那里，以无极圣主不朽半圣的实力，瞬间就足以把这座缥缈峰夷为平地。更何况只是天人境的苏沫现在还在山上。愤怒间，他雪白的手一挥，冰冷的寒气直接刺向无极圣主，经过的地方都是漫天冰刺。2尊不朽半
半圣出手，肯定会伤及无辜。但这一刻，金光竟然直接扫向二人，把他们死死压住。这两股足以毁天灭地的半圣气息，瞬间就在金光之下消失得无影无踪。在璀璨的金光之中，一道被金光笼罩的身影慢慢升起，他好像化成了天上的谪仙，连整个雪女山也跟着金光发出了震撼天地的共鸣之音。但因为金光普照，根本看不清长相，在他周围漂浮着一滴又一滴的金色血珠，疑那是圣人精血。难道这人是在成圣？成圣对在场的所有人来说都太虚无缥缈了。天赋异禀的人如果不夭折，修炼几千年上万年或许能达到帝君，甚至是至尊境界；修炼10万年或许能达到不朽半圣。但想要成圣，需要的不仅是天赋，更多的是运气。冰云仙宫传承了几十万年，也不过才出过3位圣人而已。可现在眼前就有这么一位大能在尝试。传说中，半圣巅峰强者在突破的时候，会凝练出圣人精血，为自己开拓圣光。精血越多，代表天赋越强。我不朽剑域曾经有一位老祖突破圣人时，凝练出了3滴圣血，而这人竟然足足有365滴圣血加身。不朽剑主颤抖的，这话一说，整个冰云广场都震惊了。我冰云仙宫什么时候有这号人物了？难道是哪位没死的老祖？7仙之一的君心莲飘到冰云公主身边，满脸震惊。穆冰禅摇了摇头，连他也不知道这道身影到底是谁。自从师父陨落后，整座缥缈峰也不过就住着苏诺一个人，而他们这个小师弟，每天不是种花就是喂鸡，修炼了1000年也不过才天人之境。这时圣人金光消散，出现在大家眼中的是一道雪白身影，这道身影像一尊天神，惊艳众生。好帅啊！我好想和他生孩子。冰云仙宫无数天之娇女一下子就被吸引了，小脸通红，心里发颤。看清来人的长相后，穆冰禅和冰云7仙愣了一下，怎么是苏诺？看到这里，所有冰云长老猛地一颤，难道是隐居在缥缈峰上的冰云祖师吗？传说中他不是才天人之境吗？当年我拜入冰云仙宫，被前任公主收为亲传弟子，可以说是轰动一时。要知道，当年我体质测试结果是天生经脉堵塞，根本不是修炼的料，但太上公主却把我收为唯一的亲传弟子，地位比所有长老都高。当时大家都怀疑这个太上公主会不会是贪图人家的美色才收做亲传弟子，毕竟人家颜值摆在那里。而太上公主陨落之后，我就闭门不出，整天躲在缥缈峰，不是钓鱼就是种花，过得那叫一个舒服。另一边，被竹青护在身后的剑无心也一下子被这一幕吸引了，他清澈的眼睛一眨一眨，更添了几分不一样的羞涩之美。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完美的男子，金光之下像天神下凡。这时天空上一道古老的气息拨开云雾，那赫然是一条闪闪发光的五爪金龙，龙影后面又是一道凤影紧跟着，正是龙凤呈祥。恭喜宿主融合365滴圣血，成功踏入圣人境界。我慢慢的睁开了眼睛，眼里闪过一丝高兴的神色，自己签到了1000年，今天终于成圣了。没想到成圣会这么难，比当年的半圣难了何止1万倍。要知道我当时成半圣的时候，可是睡觉躺着躺着就突破了。这时我一眼望去，却发现自己竟然飘在缥缈峰上空，而周围无数震惊懵逼的目光落在我身上，看我就像看猴子一样。这是在搞哪一出？我不就成个圣吗？怎么感觉一个个跟没见过似的？过了一会儿，我抬起眼睛扫了一圈，最后视线落到一脸震惊的穆冰禅身上。穆师姐，今天不是我冰云仙宫的收徒大典吗？你们一个个都看着我干什么？难道收徒大典已经结束了？听到我的话后，冰云仙宫的众人一阵嘴角抽搐，内心抓狂。您老人家弄出这么大动静，差点把我们吓尿了，还收什么徒弟啊？一群冰云长老高兴得快疯了，有圣人强者保护，我冰云仙宫还会怕谁？这时广场上大长老看着我大喊：报告祖师，我冰云仙宫今天的收徒大典还没结束。说到这里，他马上指向竹青身后的剑无心，这女孩是圣体出世，拥有大帝之姿，我冰云所有长老包括7位老祖和公主都觉得自己没能力培养她，所以老夫恳请祖师收这女孩做亲传弟子。听到这话，我眉头一挑，最后目光落在一个娇小身影上，好清澈的眼睛。再看见无心，好奇的睁大眼睛看着我，和我四目相对。宿主，这女孩是女帝转世，前世修为是半步大帝，是天生的万剑圣体，我看有资格做你的徒弟。半步大帝，我心里一喜，我刚准备出关收个徒弟，把缥缈峰传承下去，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这时只见一群长老全部跪拜下去，我等恭迎祖师出关，有祖师在，我冰云仙宫一定能横推一世，镇压万古。无极圣主像吃了屎一样难受，不是说冰云仙宫已经没有圣人强者了吗？这尊老怪物到底从哪个棺材里跑出来的？无极圣主皮笑肉不笑，双手抱拳恭敬地看着我，晚辈无极圣主，恭喜冰云祖师成功成圣，并喜得爱徒。晚辈还有些事就先走了。说完他就腾空而起，消失得无影无踪。其他圣地之主看到也纷纷效仿抱拳逃走。我慢慢走到剑无心面前，你叫什么名字？面对突然发生的一切，只见剑无心小脸蛋羞红，他弯下身子恭敬地拜下，回祖师，弟子名叫剑无心，今年11岁，是建州东陵国的人。我微微一笑，剑无心，修剑的人本就无心，不沾染半点世俗情感，才能成就剑道至尊，很好听的名字。这一笑像寒风吹拂柳枝，温文而雅间。祖师好帅啊，我愿侍奉左右。一下子，无数女弟子眼里冒桃花，尖叫了起来，不停地对我抛媚眼。我嘴角勾起一抹笑意，你愿意拜入我缥缈峰做我徒弟吗？这话一说，整个冰云仙宫都震惊了，这位神秘的冰云祖师竟然真的要收徒。据说他拜入冰云仙宫1000年，从来没收过徒弟。剑无心只觉得一切太梦幻了，眼角带着水雾，几滴泪珠悄悄滑落。我愿意。冰云仙宫10年一次的收徒大典，一直持续到深夜才彻底结束。我收完徒之后，就带着剑无心早早的回到了缥缈峰。回到竹屋，剑无心看向四周，对一切都充满好奇。缥缈峰上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一间竹屋，一个庭院，一座石亭，一处瀑布。师尊，这里就是你平时住的地方吗？剑无心轻声问。虽然他是大帝转世，但还没觉醒帝魂，没有前世记忆，今生修道也不过短短几年，修为还停留在凝血境10重巅峰。
对新鲜事物自然会比较感兴趣。我点了点头。世间万千大道都是天道，吃饭是道，睡觉是道，钓鱼是道，种花喂鸡也是道。为师隐居在山水之间，行走在人群之中。凡人修心又修身，那就是长生之道。凡人之道，见无心一乐。但很快，无数银灰洒落，一条条大道法则突然出现在他脑海里。他好像悟了。下一刻，他的境界直接到了淬体境一重天，感受到自己体内的变化。见无心满心欢喜，马上恭敬的拜下，多谢师尊指点。看到这一幕，我猛地一惊，这特么就突破了，也太快了吧！老实说，自己摸了1000年的鱼，也才一个圣人之境，人家这说句话就能突破。宿主大人，不用觉得奇怪，你这便宜徒弟是女帝转世，随着帝魂觉醒，他修炼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系统解释。接着我抬起右手，手里多了一个小玉瓶，这个给你。见无心茫然的看着我手里的玉瓶，师尊，我把瓶子接过来，轻轻打开瓶塞之后，顿时一股浓郁的灵气喷涌而出，像喷泉一样，缥缈峰上的天地灵气提升了好几倍，香气四溢，简直像牛奶一样。琼浆天灵。见无心灵魂猛地一颤，竟然是这种圣物。她虽然是女帝转世，但今生投胎到了一个修炼世家，对于天材地宝也认识不少。这琼浆天灵可是淬炼身体的天地至宝。只不过她嘴角却含着恨意。马玉凤，你害死我娘亲，把我逼出家族，3年之后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你。见无心转身看向我，眼角含泪，一脸不知所措。师尊，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明明他们才刚刚认识，对方却把这么珍贵的东西直接送给他淬炼灵魂，这种温柔是他从母亲死后就再也没有感受过。他今生是个孤儿，在家里是庶出，身份低微，平时没少被家里的天才弟子欺负。在娘亲被马玉凤那个绿茶害死了以后，他就发誓，就算死也一定要让那无情无义的家族血债血还。我微笑着看向他，你是为师的徒弟，我不关心你关心谁？看着那近在咫尺像谪仙一样的脸，还有那深入灵魂的温柔，见无心擦掉眼角的泪珠，双眼迷离。师尊。与此同时，遥远的天上，一尊尊古老的气息浮现在空中，圣威席卷蔓延，直冲云霄顶端，吓得万兽趴下，苍生恐惧，孤鸟惊飞，好像万灵都在彷徨惊恐。一群臭鱼烂虾罢了，就算有圣人出世又怎么样？老朽也要再次闭关。我万毒圣地这一世照样碾压你们站在南疆顶端。冰云仙宫这一天的变化，震惊了整个南疆50万道州，各道州强者纷纷出关。随着圣体出世，还有神秘的冰云祖师成圣，整个南疆的格局都要重新洗牌。转眼之间，3天一晃而过，冰云仙宫缥缈峰，坐在寒潭里的剑无心突然睁开眼睛，轰隆隆，一股惊人的灵气波动从他体内喷涌而出。淬体境1重天巅峰，2重、3重、4重天，短短几息的时间，他的修为直接到了淬体境5重天。剑无心兴奋不已，太好了，总算把师尊给我的这瓶琼浆天灵完全吸收了。师尊。走出寒潭，剑无心来到大院前，对着竹屋大喊一声，但里面没有人回答，屋里空无一人。剑无心眨着弯弯的眼睛喃喃自语，难道师尊在后院喂鸡吗？一道熟悉的身影慢悠悠地推开房门，听到声音，剑无心心里一喜，恭敬地拜下，弟子拜见师尊。我不可思议地看着剑无心，这么快就把琼浆天灵完全吸收了。要知道，我当时只是吞了一滴就疼了好几天，而剑无心直接生吞了一整瓶，还这么生龙活虎。这时系统的声音响起，宿主大人，你这徒弟虽然是女帝转世，天赋万古无一，但同样也很危险。随着帝魂觉醒，他前世的修为也会在很短的时间里慢慢恢复，但这种大能转世的身体也是世间最珍贵的补药，如果不小心暴露了，肯定会引来无数生灵的贪念。凡人吃上一口就能长命百岁，要是能把帝魂吞掉，夺走他的肉身，就能抢走他多世努力的道果和传承。听到这里，我心里一惊，那岂不是说剑无心就是个活生生的唐僧肉，人人都想得到他，想把他生吞活剥，把他吃掉是哪种吃法呢？说到这里，我眼里闪过一丝金光，咕噜咕噜。这时无心的肚子咕咕叫了起来，我不由得好笑。刚才为师看你快要出关了，就去鸡窝里转了一圈，抓了一只老母鸡，准备给你熬鸡汤。你要到厨房来帮忙吗？可以啊，师尊。剑无心轻轻点头。为师在鸡窝旁边种的黄瓜已经熟透了，你先去摘一下，记得要新鲜的。剑无心就摘好了几根黄瓜，来到厨房里，食台上早就摆好了各种食材，还有一只被放干血的老母鸡。可是当他仔细一看的时候，猛地一惊，这特么哪里是什么老母鸡，分明就是一只霸黄境的妖兽凤凰。卧槽，师尊平时都是拿凤凰妖兽当母鸡来吃的吗？不过他也没开口说话，而是认真的观察着我切菜的样子。下一刻他更加懵逼了，只见我手里那把平平无奇的菜刀，一刀又一刀在凤凰尸体上刀光飞舞，在这行云流水一般的刀光之中，他竟然看到了一条又一条大道法则。剑无心心里翻起了惊涛骇浪，这是刀意，传说中的东西，但师尊不是才突破圣人吗？怎么会这么快就领悟到法则意境？想到这里，他倒吸一口凉气，圣人强者太可怕了。大约10息之后，我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来到石亭处摆放整齐。看到这一幕，剑无心眼睛都直了，这竟然全是珍奇猛兽，什么万年苍龙精、虎山血虎鞭、寒冰蛟龙星、冰碧帝皇蝎，全是普通百姓听都没听过的，标准的4菜1汤，外加几根黄瓜。第一顿饭，师尊就用这么珍贵的食材招待他。剑无心一脸感动，但他再也忍不住了，他凑到桌前猛地一吸，像掉进了梦幻仙境一样无法自拔。剑无心弯弯的眼睛猛地睁开，满是不可思议。我又悟了。这一声响起，我心里猛地一惊，就闻个菜的味道就悟到了。说着我连忙探出灵石，果然他刚突破到淬体境5重天的屏障，竟然又有了一丝松动。难道是因为我做菜的原因？可是我天天做菜，天天闻味道，我怎么就没悟呢？剑无心猛地倒吸一口凉气，肯定是师尊做饭也做出了自己的道，那就是饭道。难怪师尊要让我和他一起摸鱼，他现在才明白我的那句话，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道，剑有剑道，刀有刀道，就连做饭也有饭道。他终于悟了。剑无心连忙恭敬的拜下，多谢师尊指点，师尊的大恩，无心今生没齿难忘。一晃3个月又过去了，我正悠哉悠哉的躺在摇
摇椅上晒着太阳。算算日子，冰云仙宫的天兵剑阁也快开启了吧？这剑阁里面有着无数冰云历代长老的剑道传承，是南疆无数剑修天才向往的地方。吴昕那丫头应该也到隐灵之境了，倒是可以让她进剑阁悟道。很快时间到了天兵剑阁开启的日子，今天是冰云一大盛事。按照规定，冰云仙宫旗下的一流、二流宗门都可以派天赋极佳的剑道弟子来冰云求道，但冰云旗下足足有5万个道州，远远看去，山门前竟然已经汇聚了好几千个大道州的天骄。就在这时，天空上一道破空的声音突然响起，仔细一看，这人竟然是脚踏虚空来的。难道他是天人境的强者吗？不少天骄纷纷抬头倒吸一口凉气。修士达到隐灵之境后，可以调动天地灵气为自己所用，从而达到御剑飞行的地步。很快就有人认出了这个人，那是荒州石国石子灵的儿子石毅。据说他早在100年前的那届天骄大会上，就以地宗境10重天的实力碾压无数天骄，挤进了10万地宗榜的前100名。没想到100年过去，他已经踏入了天人之境。荒州石国在冰云仙宫旗下的一流势力里足以排进前5。据说这石国无数年前也曾有老祖宗踏入过不朽半圣之列，这是石子灵那小子的儿子。看到这道身影，大长老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这时一声龙吼声响彻天空，看到这个人，不少天骄们再次震惊了。傲天宗龙傲天，据说100年前他就已经踏入了天人之境，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妖孽了。一个又一个一流势力的天骄到来，这些天骄大多都身具绝世道体天赋异禀。就在一群天骄议论纷纷的时候，空气一冷，一道阴冷的气息突然从天而降。他的到来让周围不少人打了个冷战。这是一个满脸阴冷的青年，远远看去竟然有几分女人的阴柔之色。看到这个人，周围的天骄脸色猛地一变。无上神宫的武神子午不苟，他可是无上神宫神主的亲传弟子，人称不苟公子。据说他更是身具神体异象，资质堪称万古无一啊！听到周围的震惊和夸赞，武不苟好像很满意，仿佛他就是今天的主角。他当然不是来剑阁悟道的，今天要做的就是让冰云仙宫的天骄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天骄。这时遥远的天上传来一阵震天声响，天穹神国林霸带领大公主和九公主前来拜见冰云仙宫，祝不朽冰云永世昌盛。随着震天声响中，一艘巨型战舰出现在冰云仙宫的上空，带着极其可怕的灵力气息。战舰在大多数神国古国里都是用来运送军队的灵气，而这次的剑阁悟道竟然出现了这么一艘，可想而知战舰上的人肯定身份尊贵。甲板上2道倩影站着，左边的看上去只有7、8岁的样子，看起来呆呆的，眼睛里没有任何神色；右边的看上去大概17、8岁的样子，他的五官极其精致，堪称人间绝色。看到这一幕，下面的无数天骄纷纷抬头。无上神国，那不是冰云旗下实力最强大的一流势力吗？这个大公主叫林青儿，可了不得。据说她身具3万道体前3的寒水道体，现在不过17岁就已经踏入了隐灵之境。跟她相比，这个九公主可就惨得多了。传闻神国皇后怀孕300年才生下来，一出生就惊天动地，克死生母。而天上更是出现一只巨大的树眼，树眼里还是双瞳，伴随着天雷神法，方圆万里之内都没有活物。一眼双瞳，这是什么怪物？难道他是传说中的灾厄之体？不过据说他直到现在也不能修炼，也不知道无上神国是怎么想的，怎么会让他来冰云仙宫悟道？竹青冷眼扫过众人，今天是我冰云仙宫天兵剑阁开启的日子，王者境以下的弟子，你们都跟我来吧。走了很久，所有天骄终于停下来，在他们眼前是一座巨大的冰雪阁楼，一道又一道强大的阵法把这座剑阁笼罩在里面。剑阁里面一共分108层，每一层都有冰云仙宫历代长老和历代老祖的剑道传承，你们记住量力而行，不要好高骛远。竹青扫过众人，冷淡的提醒：我等明白。广场上的一群天骄全都恭敬的拜下，对他们来说，冰云仙宫是靠山。随着竹青一声令下，无数天骄蜂拥而入。这时一道晃眼的剑光出现在众人视线，只见天空中一柄飞剑踏空而来，他正是我的开门大弟子剑无心。剑无心悄然而至，落下的同时对着竹青和一群长老微微弯腰一躬：弟子剑无心拜见竹青师伯，见过诸位长老师兄、长老师姐。看到这突然发生的一幕，所有人当场愣住了，这不是无心小丫头吗？她为什么是踏着飞剑来的？难道她已经踏入了隐灵之境？短短1年就直接从明血境9重蹿到了隐灵境，就算身具天生圣体，资质再怎么逆天，也绝对不可能这么快吧？竹青也是猛然一惊，快速探出灵石检查剑无心的身体。半晌之后，他心里猛地一震，果真是隐灵之境。回竹青师伯，弟子也不知道，就每天跟着师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挖井喝水，种田吃饭，这境界就自然而然的提升了。这话一说，整个广场上直接炸锅了。每天跟着祖师种田喂鸡就能飞速提升，我还小，你别骗我。所有的冰云女弟子们都羡慕的快要哭出来了。1年过去了，大多数人还停留在凝血境4、5重苦苦挣扎。我也好想被祖师教导。无心就化作一道流光进入到了天兵剑阁里面。另一边，九公主林天身影微微一动，为什么我在这个姐姐的眼里看到了另一个身影？另一个气息很冰冷，很可怕。同一时间，天兵剑阁外，无数目光都汇聚到投影上。虽然这投影只有一个个小点，但能准确知道这些弟子都处在什么位置。你们说无心师妹这次能闯到第几层？一个女长老突然站了出来。江冠宇在刚踏入隐灵境时也进过剑阁，他凭着隐灵境1重的实力，一路冲到了第11层的位置，直接惊动了7位老祖。林玉峰的长老淡
淡淡回应：无心师妹是天生万剑圣体，现在又踏入了引灵2重天的境界，我看至少能到13层的位置。剑阁里面每一层的灵气浓度都比前一层高1倍，想打破阵法结界，不仅需要强大的实力，还需要足够的剑道悟性。要是强行冲击结界，可能还会遭到阵法反噬。很快，一道身影快速出现在他们的视线里，你们快看，是石国那个小家伙，他都到10层了。听到这话，一群长老纷纷观察起来，这才1个时辰，竟然已经冲到了10层。11这小家伙天赋不错，石子灵真是交了个好儿子。就在冰云长老们纷纷赞叹的时候，一道诡异的身影竟然以极快的速度往上冲。只见这人眨眼间就已经到了10层，那是无上神功的五步狗。据说这人身具神体异象，一甲子的年龄，现在却已经踏入了地宗境10重天，这种天赋完全不在江冠宇之下。剑阁内还在不断往上冲的五步狗一脸傻笑，凭着本公子刚才展现出来的天赋，肯定把这些冰云仙宫的老不死吓得不轻。我一定要狠狠羞辱你们这群冰云仙宫的废物。另一边，一踏入大殿，一股浓郁的灵气就扑面而来，让剑无心毛孔彻底放松。感受到这一幕，他一脸惊喜，这里面的灵气竟然是外面的2倍多，但和师尊的缥缈峰相比还是差了不少。他慢慢走到第1层的中心位置，剑无心盘腿坐下，一颗散发着天地灵气的冰珠在他胸口悄悄浮现。眨眼间，无数天地灵气像受到了召唤一样，迅速向他疯狂涌来。剑无心无奈的摇头，这速度太慢了，和师尊的紫竹灵比起来，根本就是一个天一个地，还是太少了。飘在他胸口的灵丹突然绽放开来，接着整个剑阁1楼的所有灵气突然化作一道龙影，源源不断的向他疯狂涌入。一声巨响，整个剑阁1层都猛地一震，无数弟子从冥想中醒来，一脸震惊。卧槽，怎么回事？灵气呢？为什么大殿里一滴灵气都没有了？老子体内的灵气都被吸走了。一群弟子被惊醒之后，一脸气愤，在他们头顶上方，无数天地灵气凝聚在一起，随后竟然化作一条灵龙，灵气化龙。在他们的震惊之中，这条灵龙在1层的头顶盘旋翱翔，然后注入剑无心的体内。好舒服！剑无心浑身上下一股说不出的舒坦，而他的修为竟然冲破了引灵境2重天的瓶颈，到了引灵3重天。只见这些历代长老的剑道传承竟然直接飞向了剑无心，这些剑意怎么都直接投怀送抱，我特么心态崩了。他们在这苦苦冥想好久，这些剑意都无动于衷，可是人家小师叔直接突破个等级，这些剑意就按捺不住了。短短7分钟，投影上的光点像潮水一样喷涌而上，5层、6层、7层、8层，转眼之间，剑无心的身影就站在了第10层。一群冰云长老眼睛都直了，几息时间，直接从第1层冲到第10层，你特么要逆天吗？还没等一群冰云长老们松一口气，接下来的一幕彻底颠覆了他们的认知。只见投影上的那道光影像做火箭一样，11、20、30层，他在108层的位置，无心师妹他竟然冲到108层了，他冲到塔顶了。这一幕，整个剑阁外面所有的冰云长老以及各大天骄前来悟道的强者们全都癫狂了。南疆中还有比他更无敌的人吗？剑无心一口气冲到108层，由于这里远离30层早，就空无一人。他越往上，就发现好像没有结界屏障一样，或者说这些结界阻拦遇到他，就像自动打开了大门，他直接引动灵气就到了这里。剑无心抬起美眸打量着四周，这就没路了吗？看样子这里应该就是剑阁的塔顶了。一踏入108层，突然一股浓郁到极致的天地灵气扑面而来，感受到这股灵气，剑无心心里一喜，这里竟然是第1层灵气的上百倍。他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凭着这里浓郁的灵气冲击那更高的境界。灵气风暴像天塌了一样疯狂涌入他体内，他来者不拒，还不够，还不够！剑帝转世，身具天生万剑圣体，再有凝血轮海双重极境的大道赐福，这就是他的底气。时间飞逝，1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这一天是冰云剑阁关闭的日子，一个又一个冰云弟子们陆陆续续的从剑阁里走出来，其中不少收获很多。那是寒意师兄，没想到他竟然凭着天人境4重天的修为闯到了26层，还获得了一道寒血剑意。据说这道剑意是几万年前一个帝君境的长老留下的。一道阴冷的气息走出来，他正是无上神功的五步狗，脸上正挂着一抹笑意。这次我凭着地宗境10重天的实力，直接闯到了28层，肯定足以让冰云仙宫的土包子们震惊。一想到他们吃惊的脸色，我就笑死了。自我陶醉间，五步狗朝一群长老的方向走去，只是他却发现一群冰云长老们的目光根本不在这儿，长老们的目光都汇聚到那投影上。五步狗心里一阵疑惑，他也把目光扫了过去，只是下一刻彻底愣住。108层，这是什么妖孽？冰云仙宫什么时候有这种绝世天才？那位弟子没好气的白了他一眼，勾起一抹得意之色，看把你吓的，就这种破资质，在我冰云各大老祖坐下，没有10万也有8万呢。半年的时间一晃而过，现在距离剑阁关闭的时间已经过去了5个月，但剑无心还是没有从剑阁里出来。一个长老叹息了一声，剑阁108层中，封印的传承是20万年前冰云仙宫除了太上公主传下的冰云太祖外，另外一位圣人老祖的传承。也许无心师妹她是在接受这道剑意传承吧。另一边的剑阁里面早已没有了一滴天地灵气，剑无心慢慢睁开美眸，他体内的灵力气息竟然已经到了半步地宗之境。12岁半步地宗，这事要是传出去，整个南疆都要再次轰动。就在这时，遥远的剑阁灵海之中响起一道苍老的声音：身具万剑圣体，体内最少也有2道大道赐福。我看你古灵才12岁，你的天赋当得起万古第一人。剑无心好像没有丝毫自傲之色，他淡淡回应：修炼一途何其漫长，天赋根骨只是其一，至于资质万古第一，就算在那遥远的帝洛时代，也不见得有人敢自称第一吧。苍老的声音沉默了，即便如此，也对得起我冰云仙宫几10万年以来的第一人了。听到这话，剑无心却摇了摇头。
头，没有什么第一第二。虽然我的天赋确实很强，但和他相比根本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苍老的声音微微惊讶，他本来就是20万年前被封印在剑阁里的一缕残魂，只为了寻找传承之人而存在。难道这世上还有比这女孩更妖孽的人吗？苍老的声音又发了出来，能告诉我那个他是谁吗？我的师尊。剑无心轻轻呢喃，一个很帅、很温柔、很完美的人。苍老的声音再次沉默了。能调教出这种逆天的妖孽之女，那这人又会是何等逆天的存在？我要是和他抢徒弟，他会不会勃然大怒之下，一掌把我冰云仙宫彻底灭了？但看到眼前这个身具圣体意象的女孩，他又舍不得。这可是多好的剑道传承之体啊！苍老的声音再次响起：“小丫头，我生前同样是圣体意象，苦修3万余载，踏入圣人之境，碾压一世的存在。你愿意继承我的剑道传承吗？”剑无心美眸一弯，看不出任何情绪。虽然只是一尊圣人，但好歹也是圣品传承，可以试试。苍老的声音再次沉默了：“你特么说的这是人话吗？”虽然他只是一缕残魂，但他却能清晰地感觉到剑无心身上的变化。他这半年来，体内好像隐隐有一股强大的气息。难道这个小丫头是上古大能转世？要是真这样，让她在自己面前装逼也未尝不可。那我问你，什么是剑道？剑无心美眸一眯，嘴角勾起一抹笑意。剑之大道，应该以雷电为锋，风云为刃，天为剑身，地为剑柄，下抵九幽黄泉，上临玉箫苍穹。只有天地人心之剑，才能说是剑的极道。话音落下，剑阁里108层的空间上方突然传来一阵阵响动。突然发生的这一幕，好像要把天震塌一样。这时他突然变得惶恐起来，声音有些颤抖：“你这个小丫头到底是个什么怪物？这道虚影懵逼了，就凭你对剑道的理解，还需要我教？姑奶奶，干脆您教我吧。”看到虚影的样子，剑无心只觉得好笑。他是剑帝转世，身具万剑圣体，剑道资质万古无一。问他什么是剑道，关公面前耍大刀，一个字蠢。但刚才他大话已经说出来了，又怎么能在一个13岁的女娃子面前丢了面子？他咳了几声，说得不错，小丫头，你有资格继承我的剑道传承。话音落下，只见他大手一挥，108层内部空间突然变成了一片满是大道运泽的道海，道海之中无尽的飞剑盘旋，剑鸣震天，这些全都是剑意。剑无心像一尊天神，此刻的他好像就是曾经那个睥睨天下的剑中女帝。我的剑是天兵剑，我当年也被称为天兵剑圣，一生之中经历10万载未尝一败。今天我就把这天兵剑意传授给你，我相信1000年之后，我冰云天兵剑圣的名号一定会再次响彻整个南疆之巅。随着虚影说话的同时，一道道剑意被剑无心瞬间炼化。现在的他地魂已经开始慢慢觉醒，他为正道大地而生，为追求剑的极境而转世。上一世没能正道大地，这一世又未尝不可。而他的师尊苏沫，这个男人他包定了，这特么也太快了吧！虚影倒吸一口凉气，随着这些剑意被炼化，他的气息也越来越弱了。直到最后，他猛地抬头，好像想到了什么。如果他真是上古大能转世，我是不是可以先依附于他，等以后重塑肉身之后起死回生？想到这里，他猛地一喜，瞬间化作一道流光钻进了剑无心的体内。半月之后，天降大雪，冰云仙宫周围上万里都变成一片冰雪世界。一把巨大冰剑落下的时候，万山崩塌，激起了千丈万丈无尽冰渊。冰云仙宫还在修炼的弟子们，一个个被寒冷惊醒，满脸震惊之色。这难道是什么天地异象吗？守在剑阁外面的长老们纷纷抬头，震惊不已，因为他们对这突然出现的异象再熟悉不过。这分明是20万年前冰云一位圣人先祖曾威震9天的天兵剑意。也就是说，无心小师妹真的把天兵老祖的剑道传承领悟了。突然轰隆一声炸裂，在他们身前的这座天兵剑阁塔顶竟然炸开一条条裂缝，而刚才散去的雷云竟然再次向着冰云仙宫疯狂涌来。剑阁里的剑无心盘腿坐着，在他头顶赫然是一条条裂缝，他紧闭着双眼。他现在要做的是开灵脉。寻常的修炼者开辟灵脉大多是3、5条，寻常拥有灵体的天骄能够开辟36条。我这一世不过一个万剑圣体，也不知道能开辟几条灵脉。剑无心的美眸突然睁开，喃喃自语。又是一声巨响，整个天兵剑阁都猛地一震，暗云翻腾，要撕裂天空，降下无尽神法。我的灵气怎么一滴都没有了？无数闭关的天骄弟子和一些冰云长老执事全部猛地惊醒，而在他们头上，整个冰云仙宫的天地灵气早已化为灵海。到底是谁在渡劫？这么庞大的灵海也不怕把自己撑死？这时境地深处传出一道破空之音，是谁在窥探我冰云仙宫的灵气？还不快滚下来受死！一瞬间，一道暴喝声炸响天地，在场的所有人，包括所有冰云长老，全都感觉心神颤抖了一下。好可怕的气息，这莫不是把那位老祖宗给惊动了？可是公主和6位老祖都必死关了，这声音难道是？震惊间，在冰云仙宫的上空裂开一道巨大的裂缝，裂缝里一座漆黑色的石棺浮现，一只干瘦如枯柴的手掌突然从石棺里伸了出来，微微一推，这几百万斤重的棺盖就被掀飞了。一道魔影从棺材里飞出，魔气冲天，白发飞舞，显得格外狰狞。看到这道干枯的身影，不少资历较老的弟子和长老们都瞳孔一缩。这是冰云仙宫早已闭关上万年的玄天太祖，没想到这突然引起的雷劫异象，竟然把闭关上万年的玄天太祖都给惊动了。要知道1年前的祖师成圣，可都没能把这家伙从棺材里惊醒。拜见玄天太祖！所有弟子长老们纷纷跪拜下去。眼前这位可是真正的老祖宗，至尊巅峰的超级强者，见过师伯。连竹青也飞到了这个干枯老人的面前，身子微微一弓。玄天太祖回过神来，看着竹青，竹青小丫头，难道是这雷劫是你引起的？竹青摇了摇头，刚要回答，突然间天空上绽放开一条条光脉，1000条、2000条、5000条，眨眼之间，这灵脉就绽开到了2万条之多。看到这一幕，连玄天太祖都猛地一震。要知道圣体的灵脉也就1000条，而2000条灵脉也自然是引灵境能达到的最高极限。当年的江冠宇也不过才2400条，这2万条，你确定不是我眼瞎了？不过就在大家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天上那些灵脉再次暴涨，3万条、4万条、10万条，整整100万条灵脉。
所有人甚至以为自己瞎了。100万条灵脉，别说没见过，就连听都没听过。此刻的剑阁中108层，一双精致的美眸慢慢睁开，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赫然已经是一位地宗强者。而除了这地宗境的气息，还有2道剑意在他身边浮现，一道是冰剑，一道则是他的女帝道理。开辟灵脉的同时，还重新掌握了女帝剑意。重修的这一世，一定要以无敌之姿碾压万物。剑无心眼神中透露着一抹冰冷之色，没想到竟然意外提前觉醒了我前世的道理。不久后，剑阁打开，一道冰冷的气息扑面而来。看到这个人，一群冰云长老们兴奋不已，连忙凑上前去。无心师妹，你真的闯到了108层吗？一个样貌同样绝美的女长老上前询问。从天冰剑阁建立以来，冰云仙宫能闯到30层以上的都寥寥无几。多年以后，他们都将成为一方巨擘的存在。就好比冰云太上公主，曾经同样身具圣体异象，天赋万古无一，拜入冰云仙宫1万年就踏入了不朽圣人之境。但就是这样一位超级强者，当年闯天冰剑阁的时候，也不过才闯到60层。他们都严重怀疑剑无心的天赋甚至不在我之下，他的气息好可怕，比竹青老祖的气息还要强。这时，在竹青身边的林天突然站了出来，语气好像有些紧张。怎么了，姐姐？林青儿低着头看向林天，疑惑几分。我也不知道。林天摇了摇头，就是在这个姐姐的眼里，好像隐藏着一抹很可怕的气息。我也说不出来那是什么。半年前这个姐姐刚进剑阁的时候，我就有感觉了，但她刚才出来的时候，这种感觉好像更强烈了。这时，一道声音突然在众人身后响起：“小丫头，你愿意拜我为师吗？”闻声看去，说话的自然是玄天太祖，这恐怕不太好吧？大长老不好意思地说着。看来这个早已闭关1万年的老怪物竟也看上了剑无心。不过他早就拜苏沫为师了，就算再心动玄天太祖也没资格，有什么不好？玄天太祖冷哼一声，大甩长袖：“我堂堂玄天太祖骨灰级人物，难道我还不够格吗？一身实力真至至尊巅峰，不在冰云7仙之下。”突然间，一道不屑的声音在天空上响起：“不是我说，你这小老头还真不够格。”闻声，玄天太祖猛地抬头，扫向虚空，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敢说他不够格，也不看看当年冰云仙宫的凶名是谁杀出来的。不过就在他抬头之间，天冰剑阁外的法则之力开始涌动起来。冥冥之中，那早已被剑无心吸的天地灵气也开始快速复苏。一道近乎完美的身影凭空出现在众人眼前，白色雪衣衣袂摇曳，绝美无瑕的不是仙颜，看一眼就让女人痴迷，让仙女沉醉。所有弟子和天骄们彻底沸腾了。是祖师，完了，祖师好帅，我好爱。看到这道金光，玄天太祖猛地一惊：“你是一尊不朽圣人。”不过我并没有说话，而是向着剑无心走去。那一瞬间，在场的所有长老只觉得自己的灵丹在猛地狂跳，这每一步都好像蕴含了一种深不可测的大道运则。可是祖师走路怎么会有大道道义？难道祖师修炼的是角道？大道道义需要圣人强者才能领悟。苏沫虽然是圣人强者，但也绝不可能身具2种大道之一吧？唯一的解释就是对方所修的就是角道。我悄悄一笑：“你这丫头终于舍得出来了。当初为师允许你进天冰剑阁里历练，可没让你住在哪，你这一待就是小半年了。”看到这道再熟悉不过的身影，剑无心小脸蛋一红。女帝觉醒的她，无论是气质还是说话的语气，都变得清冷孤傲，不染半点世俗情感。但在师尊面前，她发现自己竟然一下就羞涩的说不出话。就在这时，系统的声音突然响起：“宿主检测到恐惧之眼，天生重瞳，有大帝之姿，可以收为徒弟。”听到这话，我顿时一愣，这又是什么玩意儿？难道还有女帝转世之身？系统一笑：“恐惧之眼可是货真价实的有大帝之姿，这种体质并非气运之体，而是真正的灾厄之体。母体怀孕几百年几千年，有的甚至上万年才会出生，而一旦降生，势必遭受天谴，天上会撕开一道裂缝，出现一道树眼，引动天雷神法，万里之内都没有活物，生母也必死无疑。所以天生灾厄也必然孤独一生。凡是身具这种绝世之眼的人，都会受到万灵唾弃，一生都活在阴暗的自我世界里，并且无论如何都不能修炼任何功法。而恐惧之眼多数都半生重瞳，一瞳双孔，这重瞳是天生至尊之相，重瞳一开甚至可以击穿天地。要是能走到极致，别说区区无上圣人，就是斩杀天上真仙也绝对不在话下。卧槽，这么强！听到系统的话，我瞬间震惊不已。而这人正是在竹青身边的林天。我走到竹青面前，看向竹青身后的2女，见过师姐，他们难道都是你的徒弟？竹青点了点头，在半年前，我确实已经把青儿和天收入门下了。林家2姐妹也愣了好久，这才恭敬地拜下。青儿见过祖师。看到这一幕，竹青眉头一皱：“师弟，你为什么会突然对天感兴趣？”她作为我的师姐，自然明白，我平时整天游手好闲，能让我主动询问，肯定是对她有意思。我无奈地摇了摇头，还是师姐懂我。我看这小丫头已经7、8岁了，身上却毫无灵气波动，要不你就干脆送给我吧，我有大用，回头我给师姐凝练。几道圣人倒一帮师姐修炼。竹青嘴笑一声，没好气地白了我一眼：“1年不见，倒是学会了讨价还价，你不会是又有什么想法吧？先是无心，又是林天，怎么全是小女孩啊？”我撇了撇嘴：“我堂堂圣人强者，你们8个一起上，我打不过你们，我就不信素。”竹青彻底无语了，对方可是圣人强者，确实要比自己8姐妹加起来还要强。好吧好吧，竹青羞红着脸轻哼一声：“给你给你。”接着竹青转头看向林天：“你体质特殊，也许我师弟有办法解决你身体的问题，你愿意去缥缈峰修行吗？”林天愣了愣，抬头看了看身边的林青儿，显然他有些拿不定主意。只有7岁的他毕竟还是个小孩子，但身为姐姐的林青儿却再也忍不住了，她马上跪下，灵魂颤抖着看向我：“多谢师尊，多谢祖师。要是祖师真能解决天的问题，青儿就算当牛做马也无以为报。”看到这一幕，剑无心嘴角勾起
起一抹笑意。地魂觉醒的他自然能够看出林天的特殊体质，恐惧之眼天生重瞳，这种大地之姿，就算在他前世的天域，也是几百万年才出一个。得到了姐姐的肯定，林天儿也小脸蛋一红，恭敬的拜下，弟子愿意去。很好，我颇为满意。告别竹青，我一手牵着一个回到缥缈峰，这可把一群长老和弟子都看懵了。